大家好，这两天多家德国媒体报道了中国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是东风4-1，中国表示此次是例行训练，不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并已通知相关国家。但日本却表示，日本没有获知此导弹试射，说明日本非相关国家，通知美国就可以了。日本根本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只是美国的殖民地，所以不用通知日本。昨天我们已就相关问题做出了阐述，中国的国防部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信息。这是中方的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并提前向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至于你问到的具体情况，请向国防部询问了解。可笑又可气的是，德国媒体报道，日本战舰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相当嚣张，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中国人一定要小心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的报道，击中太平洋，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国防部报告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验情况，这是一项例行措施，但这消息并不寻常，尤其是因为导弹击中了太平洋。据中国称，中国试射了1枚洲际弹道导弹。据中国国防部称，该导弹装有1枚假弹头，被发射到太平洋，导弹落入了预期海域。中国国防部称，这次测试是我们年度训练计划中的例行措施。他说，这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国家或目标。据称，其目的是测试武器性能和军事训练。中国国防部没有提供导弹类型或具体测试区域的详细信息。好，朋友们，接着这家德国媒体引用了一个推特博主的内容，不知道是什么人，我看了一下他发的东西，大多数与中国军事有关，特别是中国海军动向，难道这是间谍？好，我们继续往下。有关导弹试验的信息通常很少，这消息不同寻常，因为中国的导弹试验通常很少公开。一位军事专家告诉法新社记者，向太平洋发射导弹也很引人注目，因为中国通常在自己的领空进行此类试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智库的安基特潘达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可能是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试验。中国上一次为人所知的在太平洋上空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80年，当时东风5导弹射程9000多公里。从那时起，中国的导弹试验只在本国的偏远地区进行。潘达认为，目前的步骤可能表明中国正在进行核现代化，这体现在对试验的新要求上。好，朋友们，这里有一篇上个月的报道，标题相当负面，中国穷兵黩武并威胁邻国，主要是讲中国如何对台湾以及菲律宾咄咄逼人的，我们就不必看了，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们继续往下。美国称，中国核武库增长迅速，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数千公里。洲际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核威胁，但可携带不同弹头。中国是个核大国，拥有东风4-1型导弹，其射程可达15000公里。美国国防部去年10月警告说，中国发展核武库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预期。美国国防部称，到2023年5月，中国已拥有500多枚处于部署状态的核弹头，到2030年很可能超过1000枚。好，德国知识点评，这家德国媒体为何不敢列出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呢？从报道来看，好像德国媒体在隐藏着什么，不敢把事实告诉德国读者及观众，那就是中国此次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击全球的任意目标。好像有中文媒体说，其射程可达南美秘鲁附近的南太平洋。类推的话，当然可以轻松打击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华盛顿等地区，而且此类弹道导弹是无法被其他国家拦截的。所以此次试射的东风4-1大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警告美国得掂量掂量自己。但外国军方人士绝对知道此次成功试射东风4-1的含义。
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有一点中国做不到，那就是他们不会英语，他们无法复制英语。我们看下条评论。第一，不只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好战。第二，只有逆风才能震慑美国。我们继续往下，中国应以热核打击维护自身利益。下条评论，美国每隔几个月就试射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却没人当回事。德国电视一台的宣传一如既往地散布反华言论。我们看下条评论，只有西方和以色列必须拥有武器，他们知道什么对全人类最好。下条评论，中国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关你们屁事。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吧。中国政府喜欢吓唬人。下条评论，太好了，否则中国的下场就会像欧洲一样被肮脏的美国踩在脚下。我们继续往下。我相信德国电视一台总会有足够多的愚蠢信徒在愚蠢之国德国相信任何愚蠢的美国宣传，就像冷战时期的言论一样。下条评论，德国正在测试左翼绿党政策，看看能在多大程度上摧毁整个德国。我们继续往下。完全可以理解，中国必须保护自己不受美国、北约和澳大利亚的威胁。下一条评论，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的和平鸽是怎么回事，中国可能要保护自己，以防维吾尔人、藏人等等。我们继续往下看。事实上，中国作为最和平的国家之一，正在进行防御测试。为了预防历史上最具侵略性的政权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政权正在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下条评论，中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强权。美国不会在没有测试的情况下把洲际弹道导弹放进武器库。顺便问一下，我们还在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吗？下条评论，中国的导弹可以飞越俄罗斯领空到欧洲吗？下条评论，众所周知，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可靠？好，我们继续往下。中国人可以一代又一代的为欧洲和美国生产裤子和玩具，但他们必须从我们这里购买武器、汽车和机器，否则我们就会对中国实施制裁。下条评论，他们正在测试自己能打多远。接着往下看，我们目前正在测试绿党邪教。下条评论，战争，政府需要战争来掩盖他们的腐败。好，朋友们，从插入的图片来看，目前世界上有中美两大阵营，俄罗斯也属于中国主导的阵营。这样的认知真的有意思哈。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2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感谢数十年来西方向东方的技术转移。下一条评论，试射就试射呗，我们必须让乌克兰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用德国海军的军舰进一步挑衅中国，然后战争大火就会全面蔓延。我们看下条评论吧。我们作为好人，对付完俄罗斯后，肯定要对付中国。我敢肯定，他们肯定想开战，一路攻入柏林城。我们接着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太平洋被称之为和平之洋，但不幸的是，它不会再保持和平多久了。下一条评论，当中国做什么事时，硬是被用非同寻常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这让读者感到震惊并坐立不安。然而，当美国做同样的事情时，报道就会变得非常客观，以至于全文都没有类似的形容词。美国试射导弹，向莫斯科和北京发出明确信号，美国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我经常问自己，这种双标的原因何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中国人不是也可以在俄罗斯领空上进行此类试验吗？乌拉尔山脉以外的俄罗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离我们很远很远。下一条评论，进行此类试验至少需要1万公里的距离，从中国出发，俄罗斯境内任何一点的距离都小于7000公里。最后我们来看看焦点新闻对此事的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震惊，40年来首枚洲际导弹。周三，中国向国际水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一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担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批评了此次发射。朋友们，可惜只有2条网友评论，我们来看看吧。第一条评论，上次从范登堡基地进行洲际导弹试验是在1年前，目标是俄罗斯和中国。对此，西方媒体几乎只字未提。如果两者做同样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必须每天给人民灌输仇恨中国宣传。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爱好和平的中国只有防御性武器，中国没有抵制西方剥削的计划。中国工人乐于每天工作12小时或更长时间，甚至没有节假日，以换取欧洲和美国的奢侈品。中国人也非常乐于接受美元和欧元，但由于高通胀，美元和欧元的购买力正在下降。中国可以理解，西方出于环保考虑，宁愿在中国生产，也要毒害中国的河流、森林和人民，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大家。